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哈莱德荧光笔工作室。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为你科普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文化还有历史方面的课题。再过几天呢，马来西亚呢就要迎来我们第17任的最高元首了，就是柔佛州苏丹伊布拉欣就要登基了。这是2023年10月27号由9位马来苏丹互相投票所选出来的结果。是的，马来西亚呢不单只有民主选举，连苏丹们呢也有王室选举哦。外国媒体呢还将这一场专属于苏丹的投票制度呢称为选举君主制，是由9位元首呢选出一位元首中的元首，那堪称呢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制度啊。今天哈莱德要为大家解答，到底呢马来西亚是怎么样，以及为什么要选出一位元首中的元首呢？关键就在统治者会议。什么是统治者会议？在英国殖民马来半岛之前呢，这里有9个各自独立也各自为政的马来王朝。当英国人陆陆续续殖民他们之后呢，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整合这一片领土。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张图哦，那红色的部分呢是被英国人刻意分割出来的，没有苏丹的海峡殖民地。也就是由英国直接统治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而蓝色跟黄色呢是属于有苏丹的马来属邦，包括波里士、吉打、吉兰丹、登嘉楼和柔佛，以及马来联邦、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彭亨。但是呢，不管是被归类为黄色或者是蓝色都好，这9个马来王朝呢都是英国的保护国 ，AKA 被殖民的意思啦。那虽然呢，苏丹几乎都把权力呢都让给英殖民政府了，但是呢，英国人呢还是让苏丹们负责管理跟伊斯兰文化相关的事务。于是呢，由英殖民政府推动专属马来苏丹的统治者会议 Majlis Raja Raja 也应运而生了。在历史上啊，统治者会议呢总共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7年首次开会的时候呢，里面只有马来联邦，包括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以及彭亨4州的这个苏丹。到了第二阶段呢，是1948年2战之后的这个英殖民政府呢，又开始来整理它的这个政治系统了。他们就将红、蓝、黄3种系统呢合并成单一的马来亚联合邦。但是呢，新加坡就被排除在外哦。那为什么这次呢，新加坡会落单呢？想知道的人留言敲碗。反正就是呢，有苏丹的州呢都被并在一起了嘛，所以呢就很理所当然的，另外5州的苏丹吉打、波里士、吉兰丹、登嘉楼和柔佛也一起加入了这个统治者会议。于是呢，就在英国的联邦总督担任主席下，这9位世袭的这个马来统治者呢，在1948年的8月31号就正式召开了第1次的统治者会议。好，那槟城跟马六甲人就要问哦，我们呢？你们是忘记了我们俩忘记上车这样子啊？哦，还有啊，东马，我们是不是在被边缘化了嘞？稍安勿躁。来到第3阶段的时候呢，也就是马来亚独立和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57年还有1963年，没有苏丹的槟城、马六甲、沙巴、沙拉越还有新加坡也各自委任了州元首去出席统治者会议。那这些州元首呢，都是经由州政府推荐而委任的，通常呢是由退休的政治人物啦，比如说是前首席部长啦，或者是州议长来担任。不过，他们呢是没有资格成为最高元首的哦，而且他们也没有投票权，他们只可以出席会议而已。也对啦，毕竟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这个王室成员嘛。那好啦，我们就讲了这么一大段的历史了，这只是想要表明，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呢是经由9州的这个苏丹在统治者会议当中呢开会投票选出来的。我非常的好奇，在看这支影片以前啊，你们是知道统治者会议是干嘛的吗？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最高元首是怎样选出来的？你知道吗？是很有趣。最高元首的投票程序，虽然呢外国媒体呢就很常把最高元首呢称为国王或者是 king， 但是呢真正的马来文尊称是 Yang di-Pertuan Agong， 意思是被推举为地位最高的君主。那你看到吗？在这个称号里面呢，其实就已经写明是被推举的，也就是被选出来的意思啦。可是到底是怎样被选出来的呢？依据2大原则。第一，大家会先根据1957年定下来的轮任顺序进行推选，顺序呢是按照当时各州苏丹的资历而定的。第二，
9位苏丹呢会先进行秘密的投票，选出1位最高元首和1位副元首。投票的程序呢也是非常的严谨的哦，因为只有苏丹长喜大臣还有会议秘书长可以参加选举的过程。这个步骤呢是这样子的：首先，长喜大臣呢要先将密封的这个选票呢发给苏丹们，选票呢是不记名的，也没有编号，而且呢大家都要用同样的笔还有墨水。第二，每一位苏丹都要表达意见，也就是被推举的苏丹适合当最高元首吗？3，表达完之后呢，就要进行投票了。被推举的这个苏丹呢，必须获得至少5票才算是当选的。第4，如果这一名苏丹没有得到多数票，或者是他拒绝当最高元首，那大家呢就必须要推选另外一位苏丹重来一次。但是呢，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会议上就可以直接宣布是谁当选最高元首了，任期是5年，而且不能够连任。7，成绩宣布之后呢，所有的选票都要在苏丹的面前销毁。然后呢，就到第8步了。最高元首还有副元首呢，必须要在联邦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见证之下宣誓就职。当然啦，既然是选上的，那最高元首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统治者会议辞职，又或者是反过来被革职哦。不过呢，这一切呢，都是要经过会议投票的。你看，王室是不是也非常的民主呢？君主立宪是什么？虽然我们这一集呢一直都在谈着王室啊、苏丹啊、最高元首啊，不过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其实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曾经被英国殖民过嘛，所以呢我们在处理王室的政策上呢几乎都是继承自英国的。那君主立宪是什么嘞？那因为呢以前呢就没有民主选举嘛，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啊，专制的君主就拥有绝对的权力，所有事情呢都是一个人说了算。那现代的君主立宪呢，是保留着有君主的前提之下，通过宪法来树立人民主权、制约君主的这个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绕口啊。简单来说的就是，虽然马来西亚呢是民选政府，上面呢有最高元首，宪法也明定呢最高元首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也是武装部队的名誉最高统帅。但是呢，国家的一切运作都必须是以民选的首相和内阁部长为准，最高元首呢只是国家的象征性领袖而已。举个例子，马来西亚的所有法案呢，都是需要经过民选的国会来表决的。那国会通过之后呢，要先呈交给最高元首预准，才可以变成是正式的法律。那虽然呢，最高元首呢是可以拒绝预准，并且将法案退回国会。可是呢，最高元首只有可以退回1次的机会。那国会呢，第2次通过法案之后呢，就会自动生效。这样子你理解了吗？其实不管是最高元首或者是各州苏丹，打从英殖民以来呢，马来王室真正呢掌握实权的领域就只有伊斯兰的事务而已。因为在君主立宪的制度下呢，君王必须要时时刻刻保持地位超然。正所谓 The king can do no wrong， 国王是不会犯错的。这句话的表面上啊，听起来好像是说，只要是身为君主呢，就会有超高的智慧，君主做的任何决定都不会出错。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说君主很厉害，君主绝对不会犯错，反而是说君主的地位超然，是不可以犯错的。所以呢，君主不会参与政治相关的事务，通常呢只会扮演仪式性的角色，比如说参与国家的庆典啦，或者是为国会开幕啦，接见外国使节等等。当然呢，这几年呢，马来西亚的王室呢，也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呢，民主的进程等等，开始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比如，当马来西亚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选举没有政党过半的僵局，还有政治上一些奇奇怪怪的各种纷扰的时候呢，所幸我们还有最高元首出来安定民心，在没有干预政治的前提之下，去舒缓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Sabar, terima keputusan rakyat, terima keputusan wakil-wakil rakyat dan terima keputusan Yang Tuan Agong. Ya, please be rational, yeah, and we have to move on. 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马来西亚因为疫情就进入了紧急状态，导致呢国会停摆，民选议员呢没有发声的空间。当时候的最高元首还有苏丹就表明立场，谕令政府要尽快召开这个国会和州议会，让议员呢可以为紧急状态还有国家复苏计划进行辩论。可是当时候的政府呢却没有很积极的去做这一件事情，结果国家皇宫呢还在 Facebook 上面上传图片，上面还写着尽快召开国会的字眼。
那这是马来西亚呢历史上首创啊，代表王权君主反过来要求政府实践民主啊。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新时代的王室跟人民一起守护民主的最佳示范。不知道你同意吗？留言。好，基本上呢，现在的马来西亚王室呢都已经是非常的亲民的了，有很多的王子啦、王妃啊、公主啊等等呢，他们都有经营着自己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哦，而且呢还会不定时的分享他们的照片呢，还有 Stories Team， 不像是以前呢，好像是很遥远、很神秘的感觉。那毕竟呢，王室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也是一直在进步嘛。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们，有可能在 follow 之后呢，大家就会对王室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啦。那希望呢，我们这一集呢，可以给大家找到解答，也欢迎大家呢在下方留言讨论一下你对于王室的看法，或者是听过的一些话。那当然啦，记得啊，就是王室是不可侵犯的，所以不要留那些会害我们被抓去坐牢的言。OK， 留言区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好，不知道这一集呢有没有科普到你认为可能需要知道不知道的一个内容呢？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是有的，我非常喜欢这一集，因为每一次都听到有元首啦，就觉得他们很神秘啦，有讲到什么最高统治者会议啦，还有我们的就是这一次轮到谁登基啦，可是我完完全全不知道它后面是怎么运作的。那这一次整理出来之后，相信呢也有给大家增加了一点点的知识。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呢有给你带来这样子的价值的话呢，请帮我们宣传或把我们 share 出去 ，like 啊、留言啊、donate 啊，或者是 subscribe 我们呢，都可以支持我们做更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来增加大家的常识。我们荧光笔呢，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一支新的影片，当然在这些平台上面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短影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内容，欢迎大家 follow。我是茵莹，下一支影片再见。